可变后掠翼飞机曾经红极一时啊，从帅出天际的 F14熊猫到 F111土豚。其实应该把它俩调个啊，因为 F111才是历史上首次全面生产的可变后掠翼飞机。接着还有苏联的米格23、苏24以及英国、德国、意大利联合开发的龙卷风，后者甚至在海湾战争中都有过出色的表现。当然，可变后掠翼机型中也有不少的大家伙，美国的 B-1B 枪骑兵和俄罗斯的图160战略轰炸机，一直到现在都还在服役。可是吧，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这种独特的机型却开始逐渐停止研发了。随着退役的退役，报废的报废，可变后掠翼飞机几乎就全面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为什么？要理解这个问题啊，我们得从源头讲起，可变后掠翼技术的起源。理解可变后掠翼的重要性，可以追溯到1935年。当时，德国的科学家阿道夫·布斯曼研究跨音速和超音速气流对机翼的影响。他发现后掠翼可以延迟波阻及心波阻力的出现，从而减少飞行中的空气阻力。这一发现虽然在当时被视为仅仅是学术上的好奇，但后来却成为超音速飞行发展的基础。那时几乎所有飞机的机翼都是直翼，即与机身垂直，其主要目的是提供升力和稳定性。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啊，他们的飞行速度都很慢啊，超音速性能只是一个遥远的目标。但是在1930年中期，随着喷气式发动机的出现啊，这一目标变得更加接近现实了。尽管当时很少有人知道现有的直翼技术它并不适合跨音速和超音速飞行，但布斯曼发现，如果机翼向后掠，就能够延迟波阻的出现。这是一种随着机翼以音速飞行时急速增加的空气动力学阻力，将会导致音障的产生。这一点后来通过早期实验得到了证实。当时的飞机由于心波阻力在机翼机身和控制面上产生的剧烈震动而失控了。二战期间啊，德国进行了大量风洞测试，研究机翼在超音速速度下的表现，并将这些成果应用于实验性飞机，如 M1P101和 M1163彗星。战后，美国空军发起了 LOST 行动 ，LOST 即德国空军秘密技术的意思，开始捕获并评估德国的航空技术，其中包括布斯曼的研究。布斯曼的研究被认为是非常重要啊，它直接就影响了波音 B-47同温层堡垒的设计。1947年，阿道夫·布斯曼移居美国，开始在 NACA 即 NASA 的前身工作，与罗伯特 T 琼斯一起开发后掠翼、斜翼和三角翼。同时啊，美国空军在巴伐利亚发现了一架尚未完工的喷气动力 M1P101，这架飞机采用了可变后掠翼设计。美国空军详细研究之后呢，制造并飞行了自己的版本，成为1951年贝尔 X5的基础。X5是第一架能够在飞行当中改变机后掠角度的飞机，尽管设计有效，但气动布局上面的缺陷限制了其发展。正如 3D 打印机一样如果不能稳定工作，再好的性能也是花架子。破除 A1， 好用易用，打印质量高，小白也能够畅快玩。618活动超优惠，赶紧点开链接看一看吧。可变后掠翼技术在20世纪60年代得到了广泛应用。美国的 F111战斗轰炸机是世界上第一架投入生产的可变后掠翼飞机。这架飞机试图满足美国空军和海军的需求，尽管过程曲折，但最终还是成为了经典机型。苏联也开始迅速发展起了自己的可变后掠翼飞机，如苏17、米格23、图22M 和苏24。美国在 F111之后推出了著名的 F14熊猫战斗机和 B-1B 枪骑兵轰炸机，苏联则在1981年制造了图160轰炸机，这是使用可变后掠翼技术的最后一款飞机。然而，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航空技术取得了显著进步。新型飞机，比如通用动力公司的 F16，在空气动力学上基本上它就是不稳定的。如果没有计算机辅助飞行，它1秒钟都没法待在天上。但是这种天生的不稳定却给它带来了更加敏捷的机动性，同时在计算机飞控的加持之下，也削弱了可变后掠翼设计的优势。新材料、计算机辅助设计和飞行控制系统的发展，使得新型机翼设计能够实现可变后掠翼的大部分功能，而没有其缺点。可变后掠翼飞机因其设计复杂、维护成本高和空间利用率低的问题，逐渐就被淘汰掉了。更重要的是，隐形技术的需求排除了可变后掠翼设计隐形飞机如 F117和 B2幽灵轰炸机依赖其复杂的机身和翼型设计来减少雷达反射。而可变后掠翼由于机翼轮廓的不断变化，是无法达到真正的隐形效果的。尽管 B1枪骑兵在考虑其体型的情况下做得相当不错了雷达截面积仅为10平方米，但与其继任者 B2的0.1平方米相比起来，相形见绌后者的雷达截面仅仅与大黄蜂是差不多的。
最后咱们的答案便呼之欲出了。为什么不再制造可变后掠翼的飞机了呢？因为我们找到了更好的方法来完成相同的任务，而不需要复杂的机械结构，同时牺牲掉隐身性能。虽然客机从未使用可变后掠翼设计，但是美国在超音速客机竞争的最初阶段，为了与协和式客机竞争，波音1960年的 SST 原型机确实采用了可变后掠翼设计啊。然而钛合金机制过于庞大和沉重，达到了2100公斤，这降低了航程和客舱的空间，使其作为商用飞机不再具有任何的经济性。波音因此就改回了三角翼设计，就像协和式飞机一样。但这几乎就是波音陷入了财政危机，最终被取消掉了，留下了亚音速的波音747来重建公司的命运。虽然可变后掠翼在80年代停止制造，但今天仍然有许多在役的飞机，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 B-1B 枪骑兵和图160了。另外今天的故事还有可能会发生反转哦。2022年，图160的现代化升级版本图160M 成功起飞并重启生产，计划在2022年交付2架，并有10架还在订货当中。只能说可变后掠翼还有看头哦。跟打哈欠会传染一样，太阳耀斑的爆发也会传染。这是 NASA 的太阳动力学天文台 SDO， 一台位于太空当中，专门用于观测太阳的卫星，在本周早些时候拍摄的太阳的画面。画面当中一次罕见的事件正在发生，4个相互独立的、几乎同时发生的耀斑爆发。之所以说它罕见，是因为类似的情况被观察到还是2010年的事情了这种分开的、同步的耀斑爆发其实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们其实可以被看成是一次爆发的不同部分，通常被称之为共振太阳耀斑。这种类型的耀斑爆发发生在太阳黑子或丝状物及巨大的环形等离子体通过围绕在太阳表面的大规模磁场环把它们相互连接起来的时候，当其中一个爆发时，其他的就会迅速跟进，相互传染。这次拍到的4重奏每一个爆发点相隔数十万公里，而它们之间覆盖的区域则占据了太阳表面面向地球的大约1/3。对的关键就是面向地球。这些日冕物质抛射 CME 飞向地球之后，一方面会给地球的2极带来色彩缤纷的极光，另一方面这可能给轨道上的卫星和航天器带来麻烦。就在2022年，一场太阳风暴便吹飞了40颗星链卫星。考虑到越来越拥挤的轨道，还有即将到来的太阳活动极大期，我们是不是应该做好更充分的冗余计划和构建更好的备份系统来应对呢？说实话，看到这个又是彩色又是高清的阿波罗月球活动画面，我也不相信它是真的。我们的高清直播才刚刚几年美国人怎么可能在50多年前就已经在月地之间玩的那么溜了呢？啪，这是一个误会，你知道吗？我现在给你看的画面是阿波罗宇航员在月球上面用16毫米胶片摄像机拍摄的录像带，它根本就不是直播画面，而真正的直播画面是这个样子的，黑白、模糊、卡顿。这下子你是不是就能接受多了？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50多年前 NASA 究竟是怎么完成地月之间的视频直播的。请记住这几个关键的技术电视摄像机、统一 S 波段通信系统、地面跟踪站和卫星通信。为了将宇航员在月球上面的活动实时传回地球， NASA 与西屋电器合作设计了一款特殊的小型黑白摄像机。这台摄像机必须在极端的月球环境之下工作，包括恶劣的辐射和温度条件，并且只能使用7瓦的电源。同时由于月球表面与太空之间的高对比度，就使得捕捉清晰图像变得非常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屋电器利用了一项原本为国防部开发的机密技术，创建了一种特殊的低光成像管，它能够在低光条件下捕捉移动物体，而不会使得图像模糊。拍摄的问题解决了，下面就是如何传输了。但各位稍等插播一条广告。摩雷2024年重磅新品赫克塔雷 Big 音箱正在预售，在此期间预付100即可当200使用，优惠窗口期正在关闭请抓住这个机会。我称它是移动的音乐厅，在好音箱里面它超便携，在便携音箱里面它超高音质。点开咱们左下角的链接，它就是属于你的了。好，现在咱们回到视频内容。为了传输视频信号 ，NASA 开发了一个叫做统一 S 波段的通信系统，它允许通过一个天线发送遥测数据、
指令、语音和电视信号。但是由于带宽限制，无法使用标准的525线视频摄像机，因此西屋电器开发了一种慢扫描摄像机，它以325扫描线和每秒10帧的速度传输视频。这样的设置就适应了有限的下行链路带宽。摄像机通过电缆连接到登月舱，允许在着陆点周围移动。视频信号首先会通过登月舱的天线传送到澳大利亚的一个跟踪站，然后在这儿转换为标准广播信号。接着信号通过通信卫星传回休斯顿的任务控制中心，并向全世界广播。在阿波罗11号降落月球时呢，摄像机被放置在登月舱的一侧，朝向梯子。巴兹·阿尔德林在舱内激活了摄像机，从而捕捉到了尼尔·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那一历史性一刻的画面。但你知道吗？这个历史性的一刻差一点翻车因为刚开始广播时，画面似乎是倒置的。还好负责处理信号的澳大利亚视频操作员反应够快，他迅速翻转了图像，才挽救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摄像机在整个阿波罗11号的任务当中完美的完成了工作，并留在了月球上面。随后的阿波罗任务使用了更为先进的摄像机，能够夜视和拍摄彩色图像。阿波罗15号、16号、17号的摄像机安装在月球车上，甚至能够远程跟踪宇航员离开月球的过程。好了，关于阿波罗登月，各位还有什么疑问，请留言告诉我吧，咱们慢慢安排。飞行过程中遇上湍流很讨厌轻则影响舒适性，重则影响安全性。新加坡航空的一架波音777-300ER不就刚刚遇上，结果迫降了吗？所以湍流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首先我们要理解，湍流是一种空气流动现象。想象一下，飞机在空中航行时，周围的空气它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像一片大海，风和气流在其中翻滚、碰撞和搅动。这种复杂的气流变化呢，就会导致飞机突然颠簸或者是晃动，给飞行带来影响。而湍流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大气层的不同温度和压力。地球大气层中的不同区域由于太阳辐射的差异，温度和压力是不同的。暖空气会膨胀上升，而冷空气会收缩下降。这种空气的上下运动形成了对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热气流。当飞机飞行在这些对流区域时呢，会感受到空气的不均匀的流动，从而产生颠簸。第二，地形的影响。当风吹过山脉或者高地时，空气流动会被迫向上或者向下，这种被地形影响而产生的空气波动会形成湍流。例如，飞机飞越山脉时，可能会遭遇到由山脉产生的山波，这是一种典型的湍流。第三喷流。喷流是大气中快速流动的载带气流，通常位于对流层顶端附近。它们以高速流动，与周围较慢的空气流产生强烈的速度剪切。这种剪切效应会导致湍流的形成，特别是在天气系统交界处，如冷锋和暖锋的边界，喷流会更加的活跃。接着是一段广告，我的2024年重磅新品赫格塔雷 Big 音箱的预售就在今晚结束，预付100当200使用的优惠呢，即将就要消失了请抓住最后机会。来，咱们回到内容，湍流形成的第4个原因，雷暴和风暴。雷暴和风暴是湍流的常见来源。雷暴云中强烈的上升气流和下降气流会造成非常剧烈的湍流。当飞机靠近或飞入雷暴区域时，会遇到这些剧烈的气流变化，从而导致强烈的颠簸。第5，乱流区和晴空湍流。乱流区如气旋、反气旋和晴空湍流，简称 CAT， 也是湍流的来源。晴天湍流是在晴朗的天空中出现的，通常在高空飞行时会遇到。这种湍流难以预测，因为它不会伴随着明显的云层或气象现象。你可以把湍流想象成海上的波浪，当风吹过海面时，海水会形成波浪，小船在波浪中上下颠簸，飞机在空中飞行时，湍流就像是这些波浪，只不过它们是空中的波浪，而飞机就是这些在空中波浪中航行的船了。飞行员和航空公司会使用多种方法来应对和避免湍流，例如他们会参考气象雷达和卫星图像来预测湍流区域，并在飞行计划中绕开这些区域。此外，飞行员会与空中交通管制员和其他飞机的飞行员交流，获得最新的湍流报告，并根据需要调整飞行的高度和路线。总之湍流是由于空气流动的不均匀性引起的，包括温度和压力变化、地形影响、喷流、雷暴等多种因素。虽然湍流有时会让人感觉很不舒服，但现代飞机的设计和飞行技术已经使得飞行变得非常安全了。在大多数情况之下，湍流只是短暂的不适，而不是严重的威胁。坐飞机出行还是相当安全的。
在所有装着对转螺旋桨的飞机里面，知名度最高的大概就要数苏联的图95了。但你知道二战民机P5要野马和喷火式也是有对转螺旋桨版本的吗？所以为什么螺旋桨要对转？它们是怎么实现同轴对转的？以及除了空中，它还能用在什么地方呢？今天我们就来简单了解一下。使用一个螺旋桨虽然简单，但是也有一些明显的弊端。这些弊端可能在外人眼里面完全是看不到的，但是当你一握上操纵杆，你的身体就能够感受到了。比方说扭矩效应，当螺旋桨的旋转会产生反向扭矩，这是由于螺旋桨液体结合空气时产生的反作用力。跟我们上一个视频讲的无后坐力炮一样，这个弊端也得怪牛顿。从驾驶上看啊，当螺旋桨顺时针旋转时，飞机机身就会向左侧倾斜，于是就会对左边的起落架施加更大的压力，增加这一边轮子的摩擦力，飞机便开始会向左转了，除非控制方向舵来纠正。这就对飞行员提出了更高的操纵要求，对新手尤其不够友好啊！在驾驶单引擎螺旋桨飞机，比如塞斯纳1720时，新手飞行员往往需要克服单螺旋桨带来的左倾效应，学习如何使用方向舵来进行修正。这不仅增加了训练的难度，还可能导致飞行过程中出现不稳定的情况。而一旦飞机起飞，单螺旋桨的第二个弊端马上就显现出来了——螺旋流效应。它是当螺旋桨旋转时产生的一个螺旋状的气流，这种气流沿着机身去流动，造成不均匀的空气动力效应。具体来说，螺旋气流会对机翼和尾翼产生侧向压力，使飞机产生偏航，尤其是在低速飞行和起降阶段，这种不稳定的气流增加了飞行员的操纵难度，也影响了飞行的稳定性。好，是时候请出对转螺旋桨了。它通过在同一轴线上安装两个相反方向旋转的螺旋桨，就很好的消除和减少了扭矩与螺旋流效应。下面咱们就来简单讲讲其作用原理。由于对转的两个螺旋桨分别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去旋转，所以它们各自所制造出来的反作用力呢也是相反的，负负得正就恰好抵消掉了于是扭矩效应消失。而螺旋流效应则是由于前螺旋桨产生的螺旋气流被后螺旋桨给中和，减少了对机身的侧向压力，因此也就大大改善了。并且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工程师们还发现这种螺旋效应的抵消还能带来一个大的优势。由于这种气流的重新定向，对对转螺旋桨后面的气流就更加的线性，不会将能量浪费在螺旋当中。正是因为这部分的原因，就使得对转螺旋桨相比起单个传统螺旋桨的效率提高了6%到16%，又稳又高效。你说它香不香呢？香啊！但可见书的直播更香啊！朋友们记住啊，每周1、3、5晚上8点我都会开播，你们要记得来哦。对转螺旋桨实验起来并没有那么简单，它需要一个比较复杂的机械传动结构。实现同轴对转大概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通过双层轴的设计。在这种设计当中，一个轴包含内外2层，每一层分别控制一个螺旋桨，后面的驱动齿轮分别是内外层的尾齿轮。当一个齿轮顺时针旋转时，另一个齿轮就会逆时针去旋转，从而达到同轴对转的目的。第二种方法是可以通过一组锥形齿轮的设计来实现，一个螺旋桨连接到上部的锥形齿轮，另一个连接到下部的锥形齿轮，中间的驱动臂呢是2个锥形齿轮沿着相反方向去旋转，从而带动2个螺旋桨对转。这种设计简单高效，易于维护和调节。第三种则是利用行星齿轮系统它的布局比较独特，环形齿轮连着其中的一个螺旋桨，然后通过行星齿轮将动力传输给中间的太阳齿轮，而太阳齿轮则连着另外一个螺旋桨，于是实现了1:1的对转。这种结构设计比较紧凑，适用于空间有限的飞机推进系统。所以对转螺旋桨应该是一个蛮现代的产物吧？其实早在1907年 FW 兰切斯特就已经申请了对转螺旋桨的专利了，甚至更早的为船舶螺旋桨申请的对转专利，把时间已经推回到了1837年。所以对转螺旋桨不仅能够上天，还能够下海。1988年，一艘日本商船配备了对转螺旋桨系统，实验显示节能高达15%。虽然这一概念在原理上非常的优雅，但噪音、机械复杂性和较高的制造与维护成本都是它面临的挑战，所以其应用依然是很有限的。目前主要还是集中在军事领域，比如是军机或者是鱼雷上面。未来会不会有更加广阔的应用前景呢？我们拭目以待吧。
这是一个挖掘机的模型，主色调黄色。这是一辆推土车玩具，主色调黄色。这是你能够在各种工地上见到的工程设备，主色调还是黄色。为什么这些工程设备和工程车辆都是黄色的呢？今天我们就回到过去，追溯他们开始的起点，试图解释其中的原因。其实，在工程设备的早期阶段制造商并没有对这些大家伙使用统一的颜色，各种颜色，包括红色、绿色、灰色，都会被涂在他们的身上。像黄色的统一转变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卡特彼勒就是大写的 CAT， 常常被认为是这一时期推广黄色工程机械的公司之一了。1931年，卡特彼勒做了一个突破性的决定将其生产的设备的颜色改为公路黄，又叫做 Highway Yellow。高速公路黄。为什么要做此调整呢？因为卡特彼勒希望找到一种不仅美观，而且在白天和夜晚都能够提供最佳可见度的颜色。经过了深入的研究他们最终选择了黄色但是这个黄色呢，又不是普通的黄色而是由卡特彼勒的油漆专家所开发的独特的公路黄色调。这种明亮醒目的黄色不仅能够引人注目，而且被证明了在复杂的施工场景下拥有高度的可见性，因此有效地解决了安全问题。工程设备行业的一次历史性创新诞生了。然后我职业生涯的一次历史性创新也诞生了。朋友们要记住每周1、3、5晚上8点我都会来直播的，你们要记得来看哦。除了使用公路黄，卡特彼勒在1931年还做出了另外一项重大的改变，那就是将工程设备上面的红色装饰色改为黑色。于是这种在1931年诞生的黑黄组合，至今仍然是卡特彼勒的标志性外观。但你如果要仔细的观察的话，早期 CAT 的黑黄和如今的黑黄还是略有不同的。那是因为在1979年，卡特彼勒停止使用公路黄，启用了全新的卡特彼勒黄。为什么？因为前者它没有专利，后者它握有专利所以现在的黑黄配色也就成为了卡特彼勒设备的代名词。我个人感觉卡特彼勒黄要比公路黄更加柔和和美观，你们觉得呢？好，我们再来总结一下为什么黄色可以占领工程设备的天下？以下4个原因都很重要。第一，可见性。黄色它是一种亮丽、引人注目的颜色，具有卓越的可见性的特性。在可见光谱的7种颜色当中，黄色是最容易在远处被看到的颜色之一了，这就使其非常适合用于施工设备。它的可见性在低光条件下尤其是有优势的即使在黑暗当中也能够凸出来。黄色还与各种背景，包括地面、灰尘和其他环境条件形成了对比，确保施工机械易于辨识。第二，安全性。黄色的高可见性使其成为一种优秀的警告颜色，有助于提高施工现场的安全性。黄色施工设备在困难条件下也能够被轻易的看到，使工人和行人能够清楚的识别机器的存在，并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这种视觉清晰度在防止事故和确保施工活动附近人员的安全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第三，警觉性。黄色被认为是一种高能量的颜色，可以刺激心理活动。这种刺激可以增加机器操作员和施工工人的能量和警觉性。使用黄色施工设备有助于提高警觉状态，促进更安全、更高效的工作场所。这种颜色与警觉性的关联，为施工操作增加了额外的安全性和效率。第四还有就是文化方面的原因了。几十年来，黄色一直它都是施工设备的标准颜色在施工行业和颜色之间就建立起了一种文化的联系。黄色的持续使用为施工机械确立了视觉身份，使其一眼就被识别了出来。人们自然的就将黄色与施工联系了起来，强化了其作为施工设备首选和标志性颜色的角色。欢迎大家把你拍到的一些超酷的工程车辆的照片发到咱们的评论区里面看看吧。如果有那种不是这样的传统的黄色的照片，那就更好了，赶紧了。真正的狙击手是不会选择爆头的，他们一般会瞄准2个三角。哪2个三角？为什么呢？今天咱们就来简单学习一下通常情况下，一个军事狙击手的目标很有可能位于300米以外。你别说300米了，就是30米外，一个人的头看起来已经很小了，哪怕是像我这样的大头。而且头这个东西还经常动还有人呢特别喜欢摇头晃脑的，于是这就让他成为了一个难以瞄准的目标。而对于狙击手来说，第1枪通常是他们击中目标的最佳机会，所以把这个机会赌在一个命中概率较小的目标上，显然并不明智。那瞄哪儿会更加明智呢？2个三角区域，从胸部延伸到颈部的三角和从髋骨到骨盆的三角，这2个区域不仅有着比头部更大的表面，而且它们也包含了颈部、心脏、肺部和胃肠道等重要的器官，一旦击中也是相当致命另外，在某些情况下，狙击手可能还会故意选择杀伤而不是杀死，因为受伤的目标通常会被至少2名
名队员拖到安全地带，这就拖慢甚至是停止了敌人的行为。对于己方的军事意义可能还会要更大一些除了选择正确的目标，在狙击手扣下扳机之前，他们还将面临着哪些挑战呢？咱们就捡最重要的来说吧，数学。为什么？因为影响射击精度排名第一的是弹道学啊。狙击手通常把自己开枪射击称为投篮的艺术，那是因为一旦子弹脱离枪口，它就会在各种作用力的影响下做抛物线的运动了。跟投篮确实没什么本质上面的区别啊，但我这儿还是要再补充一点，其实在子弹没有离开枪口之前，弹道学就已经开始接管一次狙击的成败了。如同一个优秀的篮球运动员需要非常熟悉自己手上的篮球的重量、弹力等等内在因素一样，狙击手也必须要清楚的知道所使用的枪支和子弹的特征才行。比方说膛线的扭曲度、子弹的大小和重量，还有它的装药量等等。因为这些因素最终会影响到子弹能够稳定飞行的距离，它们被叫做内弹道学。接着就是外弹道学了，它们涵盖了所有可能会影响到子弹离开枪口后飞行路径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风、空气湿度和温度、空气密度和大气压、射击距离，甚至还有地球自转。它们耦合到一起非常复杂，所以你才会看到狙击手通常并不是一个人执行任务的，而是2个人，一个狙击手，一个观察员，而且观察员还是那个更为重要的角色。在以上这些因素当中呢，最重要的那个因子大概要数风了，因为相比起其他因素，它可以突然的莫名其妙的改变啊，速度和方向都是如此，所以它是导致狙击失误最重要的原因，也是狙击手们特别关注的一个图数它通常依赖于一些能够与风相互作用的可见物来做出判断，比如垃圾、枯萎的植被、晾衣架上面的衣服、旗杆上面的旗帜，还有烟雾、灰尘，或者是任何能够被吹得起来的轻质的物体狙击手测量这些元素如何与风相互作用，以确定在子弹飞行路径的不同的点上其速度和方向是多少。好，如果说风的影响你还比较容易理解的话，那下一个影响狙击的因素可能就会让你感到很吃惊了。在准备射击时，狙击手还必须要考虑到地球的曲率和自转，而且越是远距离的射击的时候呢，它们所起到的作用就越大。这个与科里奥利效应有关，它描述的是当物体在旋转的表面上移动时会偏向一侧，因为地球的自转北半球的物体会向右偏，南半球的物体会向左偏，这种效应影响了天气系统和洋流方向，也同时会影响咱们子弹的运动轨迹。简单来说就是地球的转动让直线运动的物体看起来是弯曲了。当狙击手向西射击时，子弹会稍微向南漂移，导致所击中的地方呢比预期要更低一些。而当狙击手向东射击时，情况则刚刚反过来，子弹会向北漂移，目标将会下降，导致所击中的地方比预期的要更高。所以牢记克里奥利力对狙击手来说相当重要。还好他们是个团队作业大量计算的工作都是由观察员来完成的对了，观察员还要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测距因为除了以上这些会跟距离耦合的因素以外呢，还有一样东西，它叫做重力。当子弹飞向目标时，它会被重力不断的往下拉嘛，所以当目标越远时，狙击手的枪口必须就要抬得越高才行那到底抬多高呢？那就得有精确的距离来定了。如果目标是距离800米，却被错误的测量为700米，子弹在击中目标时会比预期低了大约20厘米，整整20厘米是很容易错过目标的。这就是为什么观察员们通常会使用激光测距仪了。他们以载光束向目标发送激光脉冲，并测量脉冲被目标反射回来的时间间隔，从而计算出精确的距离。消费级测距仪的工作范围大约只有几十米，比方说我手上的这台菲里瑞斯的测距仪它的工作范围呢就是40米，家用当然是绰绰有余了，而且它还能够帮你自动计算出面积和体积，小小实用。但如果上到军事用途呢，就远远不够了手持式的军用测距仪测距范围通常可以来到25公里，它们会跟单筒镜或者是双筒镜结合在一起也有那种架在三脚架上面的怪物，甚至可以把测量距离拉到40公里的水，这就相当夸张了好了，狙击的知识已经教给你们了，那该到哪儿领枪呢？抱歉，枪我这儿领不到，但是你们可以来领测距仪每周1、3、5晚上8点我都会直播给大家讲故事，推荐好产品，你们来，有意思的东西我这儿可多着呢。被波音送到轨道上面的2名宇航员还被困在国际空间站当中但他们也许还值得庆幸因为至少现在他们还有地方可以待嘛。要是波音再隔几年上天之后，他们要是遇到同样的氦气泄漏，那真就无处可去了，因为那个时候国际空间站
已经不在太空，在海里面了。我们都知道，国际空间站的退役已经成为一个无法阻挡的事实。根据 NASA 最新发布的信息，他们计划使用 SpaceX 经过改装的 Super 版本的龙飞船，在2030年左右把国际空间站推离轨道。届时它将在大气层当中猛烈燃烧，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最昂贵的一个大火球，价值大约1500亿美元，来点亮太平洋的上空。最终剩下的残骸将在新西兰和南美之间的尼莫点坠入海洋。注意这个位置的命名灵感来自于著名的科幻小说《海底2万里》当中的尼莫船长，而不是动画片《海底总动员》里面的小丑鱼尼莫。因为这儿是地球上距离任何陆地最为遥远的地方，也远离了任何的航线与洋流。自1971年以来，就成为了废弃航天器的乐园，俗称航天器墓地。已经有超过200个太空废弃物葬身于此。国际空间站它再牛，最终拥抱它的还不是这帮难兄难弟吗？那真到了那个时候，是不是就意味着只有咱们中国的空间站还运行在轨道上呢？最好还要让美国、欧洲、加拿大和日本的宇航员们排着队申请上咱们的空间站才好呢。但实际情况可能并不是这样。NASA 精得很他不出钱搞空间站了，但能不找一些接盘侠吗？这些接盘侠就是私人航天显然未来的空间站也是一门生意了，只是说它是不是一个很有前景的生意，还有待进一步的验证。不过有些公司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在这个全新的舞台上证明自己了。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几座可能会成为国际空间站接替者的未来空间站项目。第一家是 Axiom Space 公里太空的 Axiom Station， 他们计划先将其连接到国际空间站，然后在所有模块连接好之后呢，再将其从国际空间站中分离出来，成为自己的空间站。一旦完全组装好， Axiom Station 的可用体积将几乎是国际空间站的2倍。第一个模块计划于2024年连接到国际空间站，并于2028年全面完成。但现在看起来显然是实现不了了，大概得推到2026年才能连上第一个模块。建成之后， Axiom Station 将用于微重力、太空制造的研究，并为私人和专业宇航员提供住所。第二家是 Vast Heaven 空间站，实际上它很可能才是首先进入轨道的那个接替者。为什么呢？因为它简单，这是一个大简化的系统，就是一个单模块，单次发射就能够上去了类似于最初的礼炮站Vast 公司最初的计划要比现在有野心的多他们原本是想通过星舰来发射巨大的模块，形成一个可以提供人工重力的旋转空间站，但目前转为专注于这个小型空间站了其想法很简单如果你在龙飞船上进行私人太空飞行活动空间有限嘛，生命支持系统也很有限，为什么不把它对接到轨道上面的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飞船上面呢？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有更多的活动空间，并且这个空间站还不需要非常复杂，可以只使用龙飞船的生命支持系统就行了，只需要再增加一些消耗品嘛。所以这个空间站呢，只有大约10米长、3.8米宽，适合装在猎鹰9号火箭的顶部发射，可以预装多达150公斤的货物，包括科学实验设备、太空制造设备或者太空派对设备。它不像国际空间站那样是不会永久有人居住的，它只有一个对接口，一旦飞船离开，船员也必须要随之离开但它看起来足够简单，所以极有可能会在 Axiom Station 的任何部分发射之前就会就位，抢占一个先机。接下来是第3家 Orbital Reef 轨道礁空间站，它是一座由蓝色起源主导的大规模多模块低地球轨道空间站，将用于商业科研和旅游。它主要由蓝色起源的新格伦火箭发射新格伦火箭比猎鹰9号要大得多，整流罩可以容纳更大的载荷但是它又不如星舰大，因此空间站的一些模块是可充气的，它们是由 Sierra Space 塞拉太空公司开发的。实际上塞拉已经在测试这些充气模块的可靠性了在一次演示当中，他们将其过度充气直到爆裂甚至还在一次测试当中把充气系统给扛挂了，足以证明这些模块虽然柔韧，但是却非常的坚固。这座空间站建成之后可以容纳10名机组人员，除了蓝色起源和塞拉太空，参与其中的还有波音，它将提供科学舱空间站的运营维护工程和星际客机载人飞船Redwire Space 它提供的是微重力研究、开发和制造、有效载荷操作和可部署的结构。 Genesis Engineering Solution 负责日常操作和旅游游览的单人航天器。另外还有一个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它领导一个全球大学的联盟，提供研究咨询服务和公共宣传服务。
现在原本应该在2020年代下半叶投入使用的，但现在看起来可能性也不那么大了，尤其是考虑到波音的星际客机是那么的拉垮。下一个候选者是 Starlab， 跟 Orbital Reef 一样，它也将是一个完全由私营公司运营的空间站。Starlab 原本由 Nanoracks、Voyager Space 和洛克希德马丁来运营，但后来洛克希德马丁推出洛斯罗普格鲁曼加入，空中客车成为其主要的合作伙伴。Starlab 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其主要结构是一个由340立方米的大型充气栖息地组成的。该站还配备了一个60千瓦的动力和推进元件，一个用于维护货物和外部有效载荷的大型机械臂，以及一个最先进的实验室系统，用于承载先进的研究、科学和商业能力。Starlab 计划于2027年通过一次新舰发射来部署，可以同时容纳4名机组人员。最后，其实接替国际空间站的也可能是月球门户它是阿尔忒弥斯计划的其中的一部分，旨在将人类重新带回月球，但它主要还是由 NASA 来运营的。其他几个政府航天机构参与，比如欧空局、日本宇航局和加拿大航天局。跟以上私人航天运营的空间站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我们就不展开细讲了。所以你觉得以上这些哪个会是比较靠谱的一个呢？留言来分享一下吧。